若意识是海面上清晰可见的浪花，那潜意识便是万丈深海中的暗流。它藏匿着我们所有的情绪、执念与本能，而海面上的每一丝波动，都是由这深海内的暗流所牵引。潜意识是我们没办法直接察觉，也没法随意调用的那部分心理区域，那里堆满了被压抑的情绪，没被好好处理的创伤，以及那些见不得光的本能冲动。而我们今天要玩的这款游戏《意识》，讲的就是一段意识与潜意识互相拉扯且纠缠不清的故事。我看到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童年的地下室，这是个很好的开始。但这里并不是我们真正要去的地方。主角名叫卡莱布，故事开始的地方是他小时候所待过的地下室，跟他对话的那个旁白自称是他的另一面。这个地下室对主角来说是一个印象极深的地方，但旁白显然不太待见这儿。旁白觉得这个地方给了他们太多的孤独、焦虑和压抑的感觉。事实也的确如此，卡莱布在地下室里看到了幻觉，一个小男孩和小女孩的影子，但他完全不记得这些人是谁。旁白管这叫大脑里的杂念。他提议我们可以玩个小游戏来转移一下注意力，免得被这些不必要的事物所干扰。游戏的玩法是听到敲门声就去门口看看，然后把推开的门给关上，顺便让卧室里的灯一直保持点亮。这听起来有点瘆人，对吧？不过目前还没有发生什么实际上的危险，所以我们大可放心。干得漂亮，卡莱布。完成旁白的小游戏之后，他建议我们去别处逛逛，最好是找点快乐的记忆。门外是新的路线，走出去就能继续推进游戏剧情。当然，你也可以暂时赖在地下室里，翻翻各种剧情碎片。毕竟这个旁白呀，神神叨叨又神秘兮兮，好像对我们藏着掖着啥。房间里的冰箱贴刚好能拼出 CALEB， 这是卡莱布的名字。拼完之后，冰箱门会被打开，里面躺着一个灰头土脸但笑容还挺健康的吉祥物。墙上除了猫猫狗狗的照片以外，还有一些让人在意的涂鸦。关系要好的男孩和女孩，难过的男孩和一个红色气球，这些碎片简直让人浮想联翩。最让人在意的是黑板上的字母 C 和 L。C 应该是卡莱布吧？那 L 是谁？会是刚才的那个女孩吗？如果是的话，男孩应该就是卡莱布本人了吧？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离开了地下室，正式踏上了意识探索之旅。不过旁白显然不想让我们乱逛，他只希望我们去收集快乐的记忆。别浪费时间了，有那么多充满欢乐的记忆在等着我们。根据旁白的描述，意识中的记忆来自不同的源头，有些是好的，能让我们身心愉悦；有些是坏的，会让我们深陷压力与焦虑。在他看来，现阶段的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去回忆童年的那些快乐记忆，而不应该仅仅是因为好奇还去接触那些可能会让我们不愉快的记忆。别浪费时间了，有那么多充满欢乐的记忆在等着我们。记忆的乱流中，有一处关于水上乐园的回忆碎片。温水的潮湿气息混杂着一丝淡淡的氯气味，那是童年的夏天所特有的味道。我们到了，欢迎来到水上乐园的记忆。旁白按照他的快乐回忆计划，把我们带到了水上乐园，还给了我们一个叫做快乐记录仪的仪器。看起来你掉了什么东西在地板上。卡莱布，你找到它了，你找到了快乐记录仪。这个快乐记录仪会记录下我们那些快乐的回忆，每次体验到童年时期喜欢的事情，它的指针就会往上涨。专注于探索美好的事物，正是旁白希望我们做的。但美好的记忆里也会渗进腐烂的气味，乐园里渗出的黑色粘液就是这最好的证明。而腐烂的源头就是之前冰箱里所发现的那个吉祥物。看来你在这片本来应该充满快乐的记忆中，找到了一处阴暗角落。快点儿，不管你是因为什么而对这里感兴趣，快忘掉它们，快回到美好的记忆片段中去。
虽然主角也很想探索更多的未知，但旁白这个老六具有封锁其他路线的能力，目前也只能按照他的意思乖乖的走了。按照旁白的指引，我们坐上了乐园里的漂流皮筏艇，顺着滑梯一路往下。结果滑着滑着来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旁白这时候的语气表现得有点尴尬，好像自己也没料到会这样。看来我们有点偏离轨道了。看样子这条滑梯本不该通往这里，旁白无奈的让我们自己去找找出路，看能不能回到正轨上。但问题是，所有的出路都是封死的。看来我们无意中进入了被我们大脑选择封锁起来的一部分记忆区域。我们的大脑偶尔会这样做，以确保我们免受他觉得没必要的记忆和经历的影响，把这看作一种认知护栏，为了让我们牢牢立足于现实。旁白的这番话听起来挺有道理的，但问题是谁来决定哪些记忆是没有必要的？不过旁白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了一种心理学现象，就是说啊，咱的大脑其实有着一种精妙的自动屏蔽机制，在人们经历过于痛苦或突然的事情时，潜意识为了保护我们，自动的把那些太痛苦、愧疚或是吓人的记忆给一股脑塞进了潜意识的深处，让你意识不到、想不起来、也记不清楚。精神分析术语里管这种现象叫做压抑或潜意，也被称为选择性遗忘、创伤性遗忘和动机性遗忘。而游戏中旁白的做法本质上是一种注意力转移和情绪覆盖，用积极体验填满意识层面，不给潜意识里的痛苦留任何冒头的机会。回到游戏流程中，在经过一番探索后，发现一块墙上的白板上面写着一组由红绿色组成的4位数密码提示，结合旁边滑梯的颜色和相关数字，我们成功解开了一个锁住的仓库。仓库的柜子里面藏着一幅画，画的内容和地下室里的一处涂鸦一模一样。房间里除了画外，还有一种全新的电源，与电源交互可以将其能量储存在玩家的身上。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意识的核心解密玩法。电源可以充当手电筒用，也能放进一些特定的装置里面发射光线，用来激活机关门。卡莱布，拜托，不是那边，这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不回到楼梯上去呢？回到所有的快乐中去。不过这时候的我们面临一个选择，我们可以遵循旁白的意思，走上他所谓的正确路线，只不过这个路线上全部都是解谜，玩的是让人非常享受。相信我，我绝对没有因为卡关而红温。当然，我们也可以解锁另一扇门，这扇门的牌子上写着深度存储区域，显然这是一条通往潜意识深处的道路，而走进这条路显然是违背了旁白的意愿。别，卡莱布，别这样，一旦玩家走进潜意识的隐藏路线，就会和旁白彻底失去联系。这条走廊里充满了孩童的笑声和黑色粘液，还有一部通往意识深层的电梯。乘坐它一路下到最底层，会发现黑色粘液的痕迹愈发的密集且浑浊，记忆的内容也变得越来越不太对劲。门后传来了敲门声和呐喊声。里面的人正在大喊：“你在做什么？快把门给打开！”顺带一提啊，之前给我们密码提示的那块白板，在我们打开密码门之后，内容悄然变成了“你在做什么”几个字，和这里的喊叫声刚好能够对应上。继续顺着痕迹往前走，我们会被引到一间小黑屋里。小黑屋的上方写着一个人名莉莉。莉莉是谁？会不会就是地下室里出现的那个女孩？答案是双重否定，表肯定的，因为我们在之前的地下室关卡中，可以在卧室里面找到4个散落的英文字母，它们刚好能够拼成莉莉的名字。拼完之后，冰箱开始往外疯狂地渗出黑色粘液。看来所有的问题的源头都出在莉莉或者跟莉莉有关的事情上。但奇怪的是，关于莉莉这个人，卡莱布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只剩下零碎的记忆残片，能够勉强地拼凑出她的轮廓。或许这间写着莉莉名字的小黑屋里面，就藏着我们丢失的那一部分记忆。深入房间的卡莱布被潜意识给丢了出来，潜意识很排斥我们去碰有关莉莉的事。
他直接是甩给了我们一台电视，意思大概是这是不能碰的滑梯，让我们哪凉快哪待着去。这台电视机就是主角之前在走廊里遇到的那台，和水上乐园的画一样，看着电视机太久，主角就会被传送到另一个游乐场空间。别看这地图四周一片漆黑，能玩的东西可真不少。按照滑梯顺序解开的颜色密码，和之前仓库区异曲同工之妙的光线解谜，还有作者在这解谜途中为你精心准备的超级惊喜。可能得去找点别的线索。这是什么地方？我靠！好快！快跑！快跑！快跑！我怎么突然冲进来一个怪物？啊！差点给他撞个半环！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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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也没人告诉我们不跟着旁白走还会被怪物给追杀呀。看来乖乖听他的话确实会更加安全一些。不过这怪物看起来和我们之前见过的那个吉祥物很像啊，它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什么在卡莱布的潜意识里，这只吉祥物会化身为一个扭曲的梦魇形象呢？对此我们暂时没有答案，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此地不宜久留。卡莱布也算是死里逃生啊，暂时避开了这只怪物。在这个房间里面，我们找到了一扇侧门，门后面连着的是另外一条走廊。又有颜色解谜啊！你看红门是0，这肯定就是颜色解谜啊。顺便把这个电源拿了，黄是2，橘色是1，7，品红色是7。哇，还有吃播环节，孩子们！嘿嘿，来了！依旧是老规矩啊，根据这个颜色顺序的提示，再结合门上的数字来进行一个破解密码。解开了以后，我们就能继续往前走了。克莱普，你在干什么？抱歉，刚才我有点失态了。某些景象似乎扰乱了你的注意力，使得我们突然跳转到了某个不愉快的虚构记忆里了。如果再遇到类似情况，请一定要立刻移开视线，千万不要去关注它。我们还有地方要去，得赶紧走了。出发吧！就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旁白出手把我们拉回了记忆表层，我们这才侥幸逃过一劫。此时此刻，他语重心长地劝导我们别再乱跑了，乖乖听话，去体验快乐的记忆吧。除了水上乐园以外，童年去过的游乐场和充气城堡也是重要的快乐回忆。为了确保主角能按照计划好好回忆，旁白甚至启用了地图里的监控，当然他称其为情绪调节装置。请允许我向你介绍我们独有的情绪调节装置。这是一个由相互连接的摄像头组成的极其复杂的装置，它被设计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确保你获得充分的快乐。旁白啰嗦了这么多，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啊：乱跑是会吃亏的，而且我现在紧紧地盯着你，别想再耍花招了。那么回到主线剧情，我们目前的新目标是去回忆游乐场里的记忆，在那里会有一些童年时期玩耍的经历。太好了，我们到游乐场了，这里的一切都经过无数的测试，保证100%安全。游乐场还是那个游乐场，滑梯、壁画、各种娱乐设施全都是记忆里的模样，一模一样的颜色，一模一样的角度，好像时间从来都没有流动过。只不过儿时的玩伴早已不见身影，这里除了你，再无他人。游乐场里的设施着实让主角感到快乐，但更让他感到开心的是，他在游乐场见到了沃特，那是一个熟悉的红色气球。欢迎来到沃尔特小屋，它不只是一个可爱的红色气球，
更是我们童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相信你肯定还记得，在那些相当漫长的日子里，它无数次振作我们的精神。再等一会儿，你将能再次把它拿在手里。但请小心，因为尽管它是我们唯一坚定不移的伙伴，在我们的童年中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无可替代的角色。事实上，它相当脆弱，需要非常小心。据旁白所说，这是主角曾经最重要的伙伴，有他的陪伴，我们才能挺过童年时期最煎熬的时光。简单来说，主角卡莱布在小时候经历过一场重大的生活变故，而这场变故冲击了卡莱布幼小的心灵，对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从那以后，气球沃特就变成了他的精神支柱，直到长大成年。沃特在游戏中的主要作用是辅助解谜，并无太多的剧情展开。除了与沃特的重逢外，我们还通过海报了解到了之前潜意识中的怪物原型就是这家游乐场里的吉祥物 Smile， 翻译过来可以叫微笑先生。不过对于旁白来说，这些记忆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探寻快乐的记忆可以让快乐记录仪的指针上涨。卡莱布小时候喜欢玩游乐场里的一个炮台游戏，旁白决定让他回味这份快乐。游戏的玩法是找到亮起的炮台，操控它将方块射进篮筐里。可是游戏进程在一半时出现了意外，潜意识的黑暗正在侵蚀表层的记忆，场地开始坍塌，黑色粘液开始渗透。最重要的是，潜意识里面的怪物也再次现身。我靠！这个潜意识的怪物怎么跑到这来了？进入一个超长追逐战，孩子们。这个追逐战的容错率非常低啊，是不能回头的啊，回头就会死，你得一直往前跑。我靠！还有回马枪。快跑！我没想到他又钻进来了，我靠！我靠，他一直在后面追。哎，我怎么进不去啊？哦，进来了。按一键进来了。怪物最终会把主角追到一个全新的解密房间，旁白也在这时与我们失去了联系。似乎每次怪物的侵蚀都会削弱旁白与我们的交流能力，就像我们之前在选择潜意识路线时，他与我们失联的情况一样。接下来的解密房间，我出现的时候是卡关了很久啊。至于原因嘛，我直播的时候有做特别说明。但是我们的主线还没有头绪，因为它需要电源去激活这个紫色灯具，但是我们没有电源。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电源藏哪儿啊？对吧？我们带大家再逛一下这个场景啊。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电源藏在哪里。其实我一开始一直以为这个电源是藏在房间里的，但是都没有。大家看到这个箭头没有啊？这几个箭头都是乱的，但你们看到这个箭头指向这个位置，这个箭头指向这个位置，所以其实电源藏在管道里。至于在管道哪个地方啊，我带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管道是很多个岔路的，有很多个岔路，对吧？像这个地方也是不能走的，你看这个地方是死路，哦，这里可以下去。好，这里就有死路了，那它到底藏在哪儿呢？惊鸿一瞥，兄弟们，藏在这个位置。你说它有提示吧，还是有的，对吧？它那个箭头是指向这个黄色的管道的，但是它这个箭头啊，就是它又有一些干扰项的箭头。你看这些箭头是没有意义的，这些箭头都是乱的，没有任何意义的，就只有这两个箭头是有意义的，这两个位置的箭头是有意义的。好，我们把这个电力给存进去，存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紫色灯光有改变地形的作用。
改变了这个地形以后，你会发现是一个死路。然后，但是它这个墙壁上有一幅画，就是这个男孩子拿着一个气球啊，就是拿着沃特，相当于是。然后那个男孩子卡在路上，我操！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啊，当时被巨型杀了一下。好，我们站在这2个柱子中间是比较安全的。我们现在把这个收回，你会发现，我操，好险！你会发现，哎，这个地方又恢复了，对吧？这里又有一个紫色人区，再穿进去，哎，这个路它就铺上了。但是这里又坏了，我们再给它收回来。哎，这里又好了，哈哈，神奇吧？但是我跟你们讲个很搞笑的事情啊，它有一个 bug， 我不知道修了没，可能已经修好了。就是你贴着这个墙的边缘走，哎，没修，你是能走过来的，你知道吧？这个就很搞了，我当时就这么走过来了，你看这个地方卡住了，你看我就这么走过来了。然后要命的是什么啊？要命的是什么？要命的是这里有个电源，你知道吧？这里有个电源，我后面在这个鬼地方找了半天，这个电源在哪儿？结果后面还是死回去，在那个管道里面才发现那个电源的。你知道我当时有多绝望，有多红温吗？最后还有一段利用气球沃特解谜的房间，在这个房间中，沃特会在对面跟着主角移动，我们就是需要利用这个特性来完成解谜。就算我们在潜意识里，也逃不过需要当电工的命运，你说是吧，沃特？把沃特放到前面的一个平台上，会激活第2根电线，这样我们就可以开门了。这就对了。看来刚才你有点分心了。在我们继续之前，我必须提醒你，那些侵入性的想法以及随之而来的孤独感、负罪感和焦虑感，实际上并不真实存在。解完谜后，旁白再次会和我们恢复联系，意思是我们刚才通过解谜脱离了潜意识的侵入性影响。旁白希望我们把遇到怪物的事情给当作没发生过，继续去回忆快乐的记忆。他再次强调，不希望我们和这个潜意识里的怪物发生任何的纠葛。但真当我们到了充气城堡记忆的入口时，又有分支路线可以选择。同样是遵循旁白的意思去进入快乐的童年记忆，亦或是违逆旁白进入意识的深处去探索更深层的真相。不，别过去，这个地方还没准备好。我们再次违背旁白的意愿，进入记忆的更深层。不，别，这不。电视机这次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通风管道里，跟着黑色黏黏的痕迹走，我们会进入到一个错乱的空间中。这个空间由各种记忆中的事物混合而成。最终我们会来到童年时期的家中。从通风管道里掉下来，这个回家方式有点硬核啊。不过回到家中的可不止我们一个哦，潜意识里的怪物也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你在做什么？我说过，这段记忆还没准备好，请立刻去找点别的事做。你还记得我们玩过的那个小游戏吗？对，就是那个关于门的游戏。想起来了吗？就只需要再来一次，我会重新去寻找我们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